那外公反复检查险些被铁丝划伤的鱼爱，才发现虫洞饲养员对待滚滚们有多好。这天，小爱手里拿着一根铁丝把玩，外公担心坏了，立马拿着小苹果去交换。担心不已的他还不停扒拉鱼爱的嘴巴查看。要知道，认真负责的外公可是将鱼爱当孙女宠的，每次向游客炫耀自家宝贝都是满满的慈爱。这些爱是哪儿？爱姐也同样依赖全世界最好的外公，会将自己的大竹笋让出去，听到对方叫自己名字也要转过小脑袋。外公还主打一碗水端平，对鱼可的爱意也是同样的。调皮捣蛋的大壳子不是玩游客乱扔的物品，就是差点从木架上摔倒。每次遇到危险都是外公第一时间救娃，即便爷孙俩隔着一层玻璃，还在干活的外公也要掏出手机给大外孙拍照，这满眼的深情让小爱看到都得吃醋。不过兄妹俩也有一个共同的敌人，芒小五可是外公亲手抱着回家的小熊，明明都累得憋红了脸，他也舍不得将小外孙放到地上。当芒小五上着班呼呼大睡时，外公也会温柔地叫醒孩子回家吃饭，不是拉着对方的小手，就是拿着盆盆奶唤醒小外孙。看到芒小五打哈欠的样子，一向严肃的外公都忍不住笑开了花。难怪芒小五彻底离不开胡外公了，整天跟在对方屁股后面撒娇。宝贝小时候粘人也就算了，如今都100多斤的他还要和外公贴贴，不免让人想起来同样喜欢跟着外公跑步的莽星星莽晨晨。两小只最喜欢上体育课了，只是为了和对方多接触一会儿。外公之所以平等宠溺每一个小熊，更多的是因为爱屋及乌。二顺和芒仔可是他看着长大的孩子，一个被外公亲手抱着上街遛弯，一个和他温柔对视，长大当妈后更是被宠成3岁小孩。不管外公照顾小熊都多忙，也经常抽出时间去看宝贝闺女，只是为了和二顺唠嗑。父女俩无障碍交流，这一幕看得人心软软。而芒仔都这么大了，还是个懂事听话的乖宝宝，只要外公去外场收猫，他都会跟着对方乖乖回家。还有半路出家来虫洞的兰香，要知道这小妞可是出了名的地位高，实际上可是外公溺爱出来的，毕竟没见过哪个小熊能整天躺在躺椅上潇洒度日。还有饲养员投喂零食吃，外公真的用几10年的实际行动，证明了国内饲养员有多爱大熊猫。为什么旅外大熊猫归国一直被造谣过的不好？回国仅5个月胖了20斤的福宝用体重辟谣。福猪猪从韩国回来的时候，奶爸奶妈在圈舍铺满了食物迎接公主回家。在国外按快吃的苹果，回到家直接按个吃，更别提吃不完的胡萝卜和西瓜。每天新鲜的竹子也是堆成山，还有奶爸投喂的香喷喷的窝头。咱就是说有这等美食摆在面前，小公主想不胖都难。而17年在法国出生的小王子圆梦，自打回国以后，每天和隔壁的蛋烘高热干面砍大山。虽然圆梦刚开始回基地有点紧张，经常缩在宿舍不敢出来玩，甚至还会把食物打包回去吃，但是在2位好兄弟的带动下，他渐渐放下了心中的恐惧，不仅完全适应基地的生活，还彻底放飞自我，成了一只活泼开朗的义熊，甚至有时候还会跟兄弟们耍耍小脾气。本来圆梦开开心心的和隔壁热干面聊天，结果聊着聊着竟一个熊睡着了，这可给热干面气得不轻。明明是你来找我聊天的，怎么还睡上了呢？热干面见状本来打算回去，走了2步还是不甘心的回头观察了一会，发现对面一点动静都没有，气得原地跳了个舞。而圆梦对奶爸奶妈也很依赖，每天准时上下班，堪称一枚乖宝宝。然后是旅日回国的香香公主，虽然她2月份回国后适应了8个月才展出，但仍然抵挡不住日本粉丝们对香香的喜爱。粉丝们甚至定制了一个从日本到避风峡的最佳路线，很多人看到这个攻略后，纷纷赶到香香的院子前和她合影留念。而香香公主不愧是女明星，咔嚓咔嚓的相机声不断响起也没用应激，并且印象中温柔可爱的香香，竟在拥有一座山头后彻底放飞自我。这也得益于基地的环境优美，空气清新，还有每天投喂不完的竹笋和果果。享受这种待遇的香香，又怎么会不开心不快乐呢？最后是从美国回来的小奇迹，回国仅半年的状态差距有多大？就连王奶爸都直呼孩子胖若两熊，都说回国是最好的医美。小奇迹是肉眼可见的横着长了，毕竟回国前小奇迹只能缩在角落，一边吃一边警惕地看着周围，竹子都老成了竹竿。为了生存，美香让给小奇迹自己吃笋皮。回国后天天鲜笋果盘窝窝头，小奇迹甚至对着眼前的美食睡觉，可能是觉得这些东西随时都能吃到，而放心的呼呼大睡吧。只能说没有比自家人再会疼熊孩子的了。蒙家3兄弟都是什么搞笑熊？凭本事整活哥仨荣获颠公称号。作为熊猫界的3大哈士奇，他们就没有一个闲着的，不轻易见的整活就让人笑翻。北洞的大孝子萌二还在近日荣获了守门熊的新外号。这天二小子正常下班从洞口回家，却忽视了自己日渐肥硕的体重，直接把屁股卡在了洞口。好不容易能动后，又开始磨磨蹭蹭。没搞清楚状况的黄脸奶爸在一旁静静看他表演。没玩够的二小子又继续上演大洞卡自己。然而搞笑男不仅是个合格的守门熊，作为蒙家3兄弟唯一完整男熊的他，还能抱着最爱的庄妃一展雄风。或许是看到两脚兽的镜头，
此时的他局促不安，还有些不好意思。第一次在熊脸上看出了尴尬，但萌儿的小秘密不止被游客一览无遗，连黄脸奶爸也在背后注视着。这下二小子可真是丢尽了熊脸，而萌大的熊声也十分的精彩。大太子轻易不整活，一旦搞笑起来，放眼整个熊猫圈都毫无对手。叠加小熊是游客的乖宝宝，但萌大却3天2头被两脚兽投诉，原因就是豪放不羁的他当众耍流氓。粉丝们看到大熊猫的突然靠近，忍不住激动的大声尖叫。本以为萌大学着3D 来玻璃旁宠粉丝，却没想到直接被这小子滋了一脸。这难道就是粉丝见面会的最高礼数？遇水则发吗？不过萌大还不仅仅欺负游客，就连自己的亲弟弟也不放过。倒霉蛋们儿本想找哥哥唠嗑，哪曾想萌大竟对着自己嘘嘘，气得他直接冲到了小水池洗澡。估计萌兰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个味道。要知道熊猫的牙齿坚硬无比，轻而易举就能掰断一根竹子，但萌大这个铁憨憨却咬起来轮胎，差点就把这小子的牙崩坏了。结果不懂得吃一堑长一智的大太子，没几天又对着轮胎下嘴，可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，咬轮胎崩牙多少是有点丢熊了。最后压轴出场的萌兰可是最皮的那个，作为夜店小王子的他竟然还会打碟。每当萌儿嘴馋饿肚子的时候，就会拿着铁盆蹲在门口制造噪音，气得木叔奶爸对着萌兰正话反说：使劲划了。结果这小子听不懂阴阳怪气，竟然搓地比刚才还要卖力，火星子都快被萌儿搓出来了。众所周知，萌兰在越狱之路上从未成功，于是他开始背着奶爸挖起地道。虽然没一会就挖出一个大坑，但是下一秒就被发现，只好中断计划。萌儿不愧是让奶爸头大的熊孩子，果然萌家3兄弟没一个省油的灯。看到于可于爱静静望着3姨给芒小五喂奶，才发现兄妹俩真的长大了。只见两小只安安静静坐在窗前，或许他们也羡慕着有妈妈陪伴的小五。最近可可爱爱和二顺分开生活，这段时间的他们原本就无比想念顺妈，又恰好赶上5个月的芒小五和芒仔出外场，于是兄妹俩只能透过玻璃看向隔壁温馨互动的母子俩，一起怀念着曾经一家3口的时光。虽然二顺妈妈不在身边，但幸好于可于爱有彼此的陪伴，才让这段断奶时光没有那么难熬。于可于爱总是坐在一起，仿佛兄妹俩一刻也不能分开，就连吃窝窝头的动作也能默契同步。只见于可正在大快朵颐，却看上妹妹手里的那块窝窝头，调皮的她准备伸手去抢逗一下妹妹。然而爱姐早就察觉到于可的计划，小家伙立马伸出手婉拒，还宠溺的用脚丫挠一下烂背心哥哥。虽然于可总喜欢逗妹妹玩，不过她在关键时刻很有责任感。这天百折不挠的小爱在征服秋千，却因为自己的腿短拖后腿，小辣椒使劲吃奶的力气也没能爬上去。正当于爱手足无措时，救星哥哥匆匆赶来帮忙。只见他用熊掌死死抓住晃动的秋千，在哥哥的加持下，于爱有了神助，没一会就轻而易举成功登上秋千。明明是妹妹小爱，却也懂得保护哥哥。当烂背心哥哥想要爬上秋千时，他会充当于可的垫脚石，直接让对方踩着自己的背上去。而可可为感谢妹妹的助力，还特意给小爱腾空，于是两小只便在秋千上贴贴。如今的可可爱爱兄友妹公道，连网友都不敢认了。于爱虽然是妹妹，但她在哥哥面前就是温暖的小太阳。只见隔壁的芒小五正在和3姨上演母子情深，可可看到后有些情绪低落，转头看到有些像二顺的妹妹，于是她下意识把对方当成了老妈，居然一口咬住了小爱。于可反应过来后愧疚的低下头，爱爱察觉到后却伸出手安慰哥哥，像是在说哥哥以后有我守护你。1岁多的小辣椒在二顺不在的日子，充当起待宰宝妈的角色，无时无刻都要宠溺烂背心哥哥。这天兄妹俩被外公投喂吃果果，于可拿到手后一屁股坐在妹妹脚上，小爱非但没有抗拒，还用自己的膝盖给哥哥当靠背，就算快被于可压麻了脚也没有推开。于可于爱都在好好陪伴着对方长大，想必顺妈看到懂事的宝贝们也会欣慰无比。盘点熊猫妈妈带娃的崩溃瞬间，只见芒仔将芒小五高高叼起，试图将孩子越过玻璃扔给邻居，可他却忘记隔壁是兰香嫂子，那位摆烂宝妈更不愿意吃带娃的苦。自从小家伙跟着妈妈出外场后，芒仔简直是待1分钟都嫌累，整天计划着将小五交给特级保姆，动不动就扯着孩子的脖子给奶爸看。爱宝也学会了退货这招，同时带2个废头子的他实惨。混世小魔王们整天调皮捣蛋，不是打架就是在他的底线疯狂试探。爱女士她不仅要忍受辉宝时不时的来一巴掌，还得承受着瑞宝把自己当滑滑梯玩。最后忍无可忍的爱宝只好将孩子叼起来送给自己的保姆，但奶爸也不愿意接过辉宝这个烫手山芋。带俩娃的苦二顺也感同身受，1岁多的于可于爱正是最皮的年纪，整天上蹿下跳打打闹闹。这天兄妹俩正在比试武功，习以为常的二顺在一旁观战看戏，却不料下一秒可可爱爱就把战火转移到老妈身上。两小只一前一后的欺负二顺，只能说吃瓜需谨慎，请勿靠太近。而小丫头同样不愿意带娃，只见小新躺在装满食物的筐子上，不经过老妈的允许就拿着竹子大快朵颐。目睹一切的小丫头气得火冒三丈，直接一把抢来闺女手里的竹子，暴怒之下还拽着筐子疯狂撞击，把小家伙吓得手里的笋都掉了。程大作为熊猫带娃摆烂界的王者，更是经常上演母爱如山体滑坡，主打的就是一个娃活着就好。
熊猫仔仔对于程大来说就是货币。这天，奶爸拿着盆盆奶交换孩子，可他却嫌弃碗里没加蜂蜜，说什么也不肯交出怀里的幼崽。但是当奶爸返回厨房加完蜂蜜后，程大竟然毫无犹豫将孩子放手，连1秒也没迟疑。其他宝妈将仔仔放在手心护着，与众不同的程大却将孩子扔屎堆。奶妈刚拿来小家伙就忍不住吐槽：“真的是败家这种事，看你妈给你整的稀脏。”我今天也还好，没闻到好臭。有一天我来闻到好臭哦，叫哪个刚刚去拖的。而北栋的治愈系主任也对带娃毫无耐心。这天，萌宝、萌玉姐妹俩在木架上玩耍，气得萌萌赶忙把孩子拽下来。可萌宝那个废头子竟然有胆子和妈妈抗衡。只见萌宝用吃奶的力气扒拉萌萌，母女俩主打的就是一个谁也不让着谁。之后还趁着妈妈转身的功夫逃跑。萌萌看到不听话的闺女后，气得直跳脚。能把温柔治愈的萌萌女士气疯，只能说萌宝真的是很有本事。网友还知道哪些带娃崩溃的熊猫妈妈呢？笑不活了家人们！烂背心于可又被拽姐于爱臭骂一顿。这天兄妹俩本来一片和气，喝完奶的小爱同学负责吃果脯，于可则是在沉浸式刷碗。外公看喝个差不多，本想给他擦嘴，没曾想可可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，就是不让。一旁的爱姐看着不爱干净的烂背心，满脸的嫌弃，然后就开始骂骂咧咧，像是在说我小爱这么优雅，咋有你这么个邋遢哥。气不过的于可立马把头转过来试图解释，可谁料竟被拽姐骂得更惨，气得可可只敢嘴里小声嘟囔着，可怜的小模样像是受尽了天大的委屈。之后于可吃竹子时又被拽姐欺负，烂背心刚掰开一块竹子准备下嘴，哪曾想爱姐突然土匪头子上身，二话不说就将竹子抢走。气不过的于可二话不说主动出击，然而却被爱姐一个巴掌扇回来。最后越想越气的烂背心还是忍了，毕竟他可不敢惹那个于大脑袋。要知道拽姐于爱从小就在虫洞叱咤风云，就连出场也是霸气侧漏。当妈宝男哥哥还在跟二顺打闹时，爱姐直接无视老妈一个猛冲翻出来巡视地盘，这走路带风的拽样，霸气出场的萌兰看了都得甘拜下风。当哥哥还在撒娇求奶妈抱抱的时候，爱姐就已经开始征服小树之路，即便重重摔下来也不撒娇哭闹，主打的就是一个不服。真不愧是一生要强的中国女雄，或许是羡慕一拳打死鲁智深的飞云，这小家伙动不动就健身，经常抓着一根木头进行臂力训练，甚至还能单臂悬挂，这谁看了不得？说句功夫熊猫，并且浑身都是洪荒之力的小爱，就连打包竹子也与众不同。有些小熊猫3岁多空手上树还不利索，于爱却能赤手空拳叼起超大号竹子，只能说她能成为拽姐不是没有原因的。此外，于爱还是个捉鸟高手，小年纪就已经背了7条鸟命。不过这位拽姐也开不起一点玩笑。前不久于可于爱过1岁生日时，童心未泯的馆长把这兄妹俩打包成礼物，可大姐大哪受得了花里胡哨的吻，出来后直接朝着对方冲了过去。在爱姐的威力下，馆长吓得落荒而逃。不仅对馆长有威慑力，拿捏游客们更是手到擒来。最近有2脚兽在基地大声喧哗，本来在吃竹子的拽姐直接用自己的大白眼伺候，像是在说劳资吃个竹子都不得清净。果然是虫洞乱不乱全是爱姐说了算。爱宝最不想看见的一幕终究是出现了，2个废头子闺女竟当着老妈的面吵架。这天是梁小芝出生满120天的纪念日，江爷爷特意把姐妹俩带到爱宝身边，为让瑞宝和辉宝熟悉老妈的气味，还专门把爱女士的青团掰碎撒了满地，只是他们像极了沾满海苔碎的芝麻汤圆。然而爱宝刚进门就盯上了瑞宝，还给了闺女一个大鼻洞，小家伙直接来了个360度回旋翻。一旁的辉宝看到后瑟瑟发抖，本来就拘谨的他吓得蜷缩在小角落，心想看不见我看不见我，可不料下一秒就被爱宝盯上。瑞宝看到妈妈走向小妹后瞬间吃醋，直接化身跟屁熊不肯离开。或许是和辉宝10天没见太过私密，爱宝紧紧抱着小闺女表达，担心小家伙饿肚子又开启喂奶模式。虽然他此时怀里抱着辉宝，但眼神却一直观察着妄想越狱的瑞宝。爱女士只恨自己没有3头6臂，看到老妈在和妹妹亲密，落单的瑞宝便开始自娱自乐。只见他头也不回地迈着小土豆腿走出房门，不顾爷爷劝阻，独自一熊去隔壁房间，然后好奇地探索着新世界。没一会，爱女士去隔壁房间吃起竹子，梁小芝趁着妈妈不在开始打闹，因为瑞宝、辉宝都想抢占这个地盘，谁都不服谁的姐妹俩非要争个高低。一开始瑞宝还在身后控制住妹妹，可不料辉宝也不是好惹的小熊，蓄力直接爬到姐姐身后，又利用自己体重优势死死压制对方。不过很快瑞宝就困意袭来进入梦乡，而战斗力爆棚的辉宝可不管，非要拉着昏昏沉沉的姐姐决一胜负，甚至还上嘴咬熊皮大衣，气得姐姐直接捂住耳朵充耳不闻，并且精力旺盛一整天的灰灰，即使到了深更半夜也不肯睡觉。爱宝只好把小家伙抱起来放瑞宝身上，这下直接把闺女们堆成了2层。江爷爷看到后都笑着说梁小芝像三明治。啥时候回报啊？回报呢？回报살려
被宝贝身上的废头子妹妹吵醒后，两位棉花团子又展开新一轮的激烈斗争。只见瑞瑞睁着炯炯有神的眼睛脚踹妹妹，不甘示弱的辉宝上嘴摇起姐姐的脚丫，直至2小时电量耗尽才结束争斗。而第一次同时照顾俩仔的爱宝可谓是精疲力尽，江爷爷看到劳累的闺女忍不住安慰。瑞宝和辉宝在内场就把老妈折腾得够呛，真不敢想象娘仨出了外场会是怎样的情形。直到看见那些真心待萌兰的奶爸奶妈，才明白他为什么能成为阳光开朗大男孩。婴幼儿时期，萌儿得到了美奶妈的特别关爱，每次体检完，他都会把小萌兰抱在怀里亲亲贴贴，就连萌儿初吻都是被那个女人夺走。不仅如此，美奶妈还教会他很多的生活技能。萌兰的越狱本领就是跟着他学会的，直到现在奶妈一提到萌儿都满是骄傲，对自己最爱的仔仔毫无保留的夸奖。我的崽儿，我带大的，从这么小到这么大都是我带的。你那么多崽，为什么只喜欢他？长得乖呗，小时候颜值好高的。等到萌兰稍大一些的时候，眼镜奶爸就成了他的专属陪伴。每次收猫时，奶爸都会耐心地拉着他，一步一个脚印带着萌儿回家。三图奶爸同样对萌兰极其宠溺，小家伙经常撒娇似的躺在对方怀里，奶爸也非常有耐心地陪他玩闹，不仅把萌兰放在腿上做滑滑梯游戏，还对着小家伙揉个不停。萌儿就躺在奶爸腿上任由对方蹂躏。不过最爱萌兰的还得是发姑奶爸，他也是见证小家伙从60多斤到100多斤的饲养员。 60多斤了。你也晓得你60多斤了。哎，胖儿。那段时间，萌兰和奶爸形影不离，只要对方抱起别的小熊，萌儿还会撒娇生气，甚至标记奶爸。虽然他们如今早已分开，但奶爸对萌儿却始终不变。每次采访，只要接着提到他的熊猫儿子，发姑奶爸下意识的反应就是萌儿。我记得您有个儿子，今天也过生日。过了，说的是萌兰吧？对吧？当然了噻，在北京呢。他也生日快乐呀。后来萌儿来到了北东，这里的饲养员同样把他宠上了天。话痨的木叔奶爸经常陪萌兰聊天，每次三太子见到对方后都会开心的咪咪叫。徐老爷作为萌的奶爸，对这个外孙子更是爱屋及乌，不仅陪萌兰玩萝卜蹲游戏，还会在下雪时陪着孤单的他打雪仗。正因这群奶爸奶妈对他的宠爱，才让萌兰一直都是阳光开朗大男孩，更是化身小太阳，温暖着身边的所有人。他会在发姑奶爸起身离开时，化身小醋精给对方一个大大的熊抱，表达着自己的爱意；也会在谭爷爷喊自己回家吃饭时，一遍遍用叫声回应对方，甚至还知道抄近道不让爷爷担心。而当徐老爷来看望自己时，萌兰也学着两脚兽的方式，把自己最爱的竹子投喂给老爷。萌儿和每个饲养员都是双向奔赴，原来熊猫与饲养员间也有如此深厚的感情。它是全网最会撒娇的小熊，只要奶妈一蹲下就要搂脖子求抱抱，这神态简直像个小孩子，难怪网友都说于可是芝麻宝熊。他还有个双胞胎妹妹叫于爱，两只小熊都和他们的二顺妈妈一起生活在重庆动物园。于可从小就很黏奶妈，奶妈一过来他就要抱抱，而且还是搂脖抱。试问谁看了不心软软？奶妈也是宠得不要不要的。虽然小家伙日渐圆润，抱起来不像小时候那么轻松了，但最后还是会宠溺的抱回去。有时候于可还会专门爬到高的地方，飞扑向奶妈要抱抱，因为他知道奶妈一定会接住他，这是多信任奶妈呀！奶妈每次即使要承受熊掌的暴击，可还是会稳稳接住飞扑过来的小宝贝。可见于可和奶妈的爱是双向奔赴的，所以10次收猫于可得有9次是被奶妈抱回去的。时间久了，就有人说奶妈偏心，只喜欢于可，很少抱于爱。其实不是这样的，两只小熊跟奶妈求抱抱，奶妈基本都会满足，只是于爱比较独立，喜欢爬树，经常待在树上。哥哥于可是妈宝熊，不太会爬树，所以跟奶妈的互动才会比较多。奶妈看着两个小宝贝的时候，眼睛里都是宠溺，但也有不那么温馨的时刻，那就是于可耍赖不想上班的时候，会被奶妈一把掐出来，还差点被门夹到脑壳。看到妹妹于爱都还没出来，于可直接趴在门口不走了，直到奶妈把于爱也丢出来，才开心的和妹妹一起去玩了。两个宝贝还有个疼爱他们的外公，经常和他们捉迷藏跑来跑去。有网友说外公好像是于可于爱的外场丰容，可见重庆动物园对几个小宝贝非常好。6·1儿童节会给于可于爱和二顺妈妈准备葫芦团，然而两个小家伙努力了半天，最后还是没有妈妈吃的多，只能说熊猫妈妈带娃都是有点母爱但不多。当然这俩孩子皮起来还是很费骂的。这天妈妈二顺本在悠闲的干饭，谁知于可这熊孩子一直在旁边捣乱，逮住妈妈的头就咬，母子俩大战10几分钟，最后二顺忍无可忍，一把将熊孩子推下了木架。二顺教训调皮的于爱，于可在下面啃树枝，却被扔下去的于爱砸出狗叫，跑去一旁生胖气，二顺赶紧过来哄，好一会才哄好，结果于可又颠颠的跑去玩了。于爱爬独木桥差点摔下来，二顺妈妈心累不想管了，
只有于可担心妹妹让妹妹下来，谁知于爱掉了下来，还砸到了哥哥，气得于可上去就给妹妹一个大笔斗。不得不说，这母子三雄相爱相杀的画面实在太有趣了。你还知道熊猫圈哪些小可爱呢？熊猫界的萌妹代表当然非我们飞云莫属，凭借仓鼠脸、微笑唇、双开门身材，被网友称为金刚芭比，不仅能拳打金虎、屌踩妙音，称霸大连动物园，还能一拳锤开一把锁。于是他现在的房间上了6把锁，难怪都说飞云是张飞的飞，赵云的云。不得不说，飞云真是回眸一笑百媚生，一拳打死鲁智深。难怪金虎看飞云伸个懒腰就吓得四处乱窜，最后直接跑到门口，好想让奶妈叫门喂没用。因此，当金虎被问到喜不喜欢妙音时，会立刻点头表示喜欢；而被问到喜不喜欢飞云时，直接选择战术性沉默。被飞云打怕了之后，更是连飞云的名字都听不懂。奶妈一在他面前提飞云，金虎立刻头也不回的走掉。没想到小时候只是手贱摸了下飞云，就留下了这么深的心理阴影。打不过的金虎只能拿飞云玩具撒气，谁知奶爸还拱火，拿着被金虎咬烂的玩具去找飞云。你小鹿，你的嘴是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月，看看你的小鳄鱼嘴怎么了？是不是你的小玩具啊？是金虎弄的吗？就是金虎弄了，你就不高兴了？放我出去，我要打金虎！放我出去，我要打得他嗷嗷哭！金虎不是特意的啊，是故意的。作为颜值出众的美女，飞云也是有点脾气的。饲养员说她是肥云，她就生气不回来。奶妈喊了半天，大小姐终于肯回来，结果一拳把门锤开了。恐怕奶妈再晚开一会儿，飞云已经把门锤烂。然而公主也有黑历史，大家快看萌妹在干嘛？她居然在扒拉自己的青团，还放在鼻子上闻一闻，好像很想知道自己的青团是什么味道。好在飞云还保持着最后一丝理智，没有真的吃起来，只是从青团里捡出来一根笋开始吃。回到宿舍的飞云被奶妈嘲笑羞得无地自容，于是赶紧挖坑想把自己埋了。这绝对是飞云熊生中最想删除的黑历史。如今飞云已经13岁了，也经历过发情期，一声声海豚叫让饲养员心疼不已。咋的？哎呀，小可怜儿，哎，小可怜的，连最喜欢的胡萝卜都不要。于是爱操心的网友赶紧帮飞云选配良婿，毕竟我们飞云这颜值这基因不遗传下去实属可惜。但我们大连三宝中只有一个男雄金虎，还是飞云的大外甥，实在不合适。于是就有人想到了西直门三太子萌兰，作为众多猫粉的心上雄，太子妃的人选也是让姨姨们操碎了心。而且我们萌兰已经8岁，也到了适婚年龄，又家境显赫，爸爸是海归，妈妈是影后，坐拥北京户口，独栋别墅，乐观开朗、阳光帅气，还是顶流男明星。要是和飞云在一起，孩子绝对的高颜值。就是不知道两雄有没有亲戚关系，毕竟萌兰和飞云的家族都十分庞大，稍不留神可能就弄个近亲结婚。你觉得他俩合适吗？这绝对是熊猫圈最会享福的熊猫妈妈。大熊猫兰香，网友都叫她兰香，原因是她坐月子的时候衣来伸手饭来张口，明明只抱着一个娃，却只会张嘴接奶妈递过来的竹笋，而奶妈也十分宠她。为了兰香带娃方便，她吃的所有竹笋都是奶妈提前包好的，兰香只需要张嘴就可以了。不过这张大嘴巴的样子也太像人了，很难不让人怀疑这皮套底下藏着个捣蛋鬼。吃完一根又接着张嘴给奶妈要，另一只手是一动不动。不得不说这当妈的待遇真不错，难怪有熊模仿代产母猫呢。吃完笋笋又开始吃加餐，一手胡萝卜一手苹果，就算是带2个娃，兰香也能解放双手，因为有奶妈帮她拖着2个崽喝奶，她自己完全不管，只管吃就行了。程大看到这一幕估计要被气死，都是生孩子怎么差距这么大？兰香有奶妈帮着喂奶吃笋都不用剥皮，画面像极了亲妈伺候坐月子的闺女，自己带娃时奶妈却只会在旁边监督，还嫌弃自己带的不好。兰香于2002年出生在成都大熊猫保护中心，2003年重庆动物园和中心交换熊猫，用熊猫小小换中心的一只熊猫。据说当时被选中的熊猫并不是兰香，而是她自己钻进了重冻的运输箱里不肯出来。工作人员觉得是种缘分，就带着兰香回去了。兰香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换了个单位后，直接过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。2016年7月11日，兰香诞下一对龙凤胎，正是大熊猫鱼宝和鱼贝。2019年6月13日诞下一对双胞胎兄弟。巧的是，同一天，重庆动物园的大熊猫芒仔也生下一对双胞胎，同时收获2对双胞胎，这可是天大的好事。于是园方给4只小熊分别取名为双双、虫虫、喜喜和庆庆，寓意双重喜庆，也就是如今的4喜丸子组合。凭借经常围坐在一起干饭打麻将出道，4只小熊从小一起长大，绝对是全网最铁的关系。而兰香也继续在重庆动物园幸福的生活着。事实证明，她当初的选择没有错。给大熊猫洗澡有多难？2个半人摁着半个负责洗。网友辣评：这场景太像杀猪了。这天，重庆动物园的奶爸们准备给于可于爱洗澡，然而这兄妹俩都是不爱洗澡的主，于是饲养员和馆长齐齐出动。3个人摁着2小只洗，于可先洗完，自己拿了根竹子去玩了。到于爱洗的时候，小家伙是全程生胖气，一直逮着饲养员和馆长咬，满脸都写着我想逃。好好的一只熊猫硬是被气成了松狮。而于爱在这边和奶爸斗智斗勇，
哥哥于可却在后面叼着竹子悠哉悠哉的吃瓜，像个围观群众一样。最后于爱因不满被按着洗澡，洗完后还一直追着馆长咬，大概是知道馆长才是罪魁祸首。不得不说，对比隔壁的莽晨晨和莽西西，这俩小家伙洗澡实在是太费奶爸。还是花花的未婚夫莽晨晨比较懂事，爱干净爱洗澡，外公一人就可以洗2只，还会自己站起来让外公搓干净。莽晨晨一张扶着水管吐舌头的照片更是火遍全网。之前的4喜丸子洗澡也很听话，2只小熊乖乖的坐在澡盆里，外公一个人就能全部搞定，根本不需要3个奶爸。小家伙们每次都洗得意犹未尽，迟迟不舍得从澡盆里出来。有的小熊还偏爱搓澡服务，让外公搓完这边搓那边，还会抬起手让外公搓嘎吱窝。而于爱不仅费爸还很费妈，都说孩子静悄悄必定在捉妖，这句话放在于爱身上简直再合适不过。这天奶妈正哄于可玩，扭头看了一眼于爱就觉得不对劲，立马走过去看熊孩子在干嘛。只见奶妈气得先拍了下于爱的熊头，被打的于爱做事要攻击奶妈，奶妈顺势把他扒拉开，接着就看到奶妈从草丛里捡起一只死鸟。原来于爱刚才正在把玩一只小鸟，还把鸟玩死了。要不是奶妈发现及时，恐怕这鸟早就进了于爱的肚里。而这已经不是于爱第一次捉鸟了，之前有小鸟撞玻璃上撞晕了，于爱发现后好奇的上前查看，结果小鸟还活着，把于爱吓了一跳。但这孩子就是又菜又爱玩，又上手想摸摸小鸟，谁知小鸟被他吓得拼尽全力飞走了。于爱不舍得目送到祖父飞肉，虽然于爱相比哥哥要独立，有时候甚至比哥哥还皮，但奶妈还是很疼于爱的。看到于爱的苹果脏了，会拿过来给他洗洗再吃，还会给于爱准备小黄鸭玩具，洗干净了再给熊孩子玩。而于爱也一直在和奶妈双向奔赴，奶妈过来和他贴贴的时候，他会主动和奶妈碰头，看到奶妈来收猫，也会蹦蹦跳跳的乖乖回家。兄妹俩还会同步挠个痒痒。这对妈宝男和女汉子的组合你喜欢吗？杨奶爸遭举报虐待大熊猫蔓越莓，不明事理的键盘侠们究竟有多可恶？之前网上流传过这样一段视频，视频中的饲养员杨奶爸正狠狠拍打熊猫蔓越莓的背，因此被很多人认为饲养员是在虐待大熊猫，但其实是蔓越莓吃胡萝卜卡住了，奶爸为了帮他吐出来才拍他的背，最后还用上了海姆立克急救法，才让蔓越莓成功把卡着的胡萝卜吐出来。谁知这段饲养员抢救大熊猫的教科书视频，竟被一些不明事理的键盘侠当成攻击杨奶爸的工具。要知道他和蔓越莓之间的感情不是父子胜似父子，奶爸会亲手给蔓越莓剥笋皮，蔓越莓会开心的一口接过，然后走到杨奶爸身边坐下来，一人一熊并肩而坐的画面，不知道暖化了多少人的心。蔓越莓从小就很黏养奶爸，奶爸打扫卫生的时候，他也会抱着奶爸的腿撒娇，让奶爸陪自己玩。看到奶爸忙着拖地，直接一把拽过拖把，不让奶爸干活。对于这个儿子，奶爸也是操碎了心。小时候蔓越莓后肢力量严重不足，奶爸就一遍一遍的拿食物训练他。一开始的蔓越莓还站不稳，甚至站着站着直接给奶爸跪下。后来经过杨奶爸耐心的训练，蔓越莓甚至能直起身子，仅凭2条腿走好久。平日里奶爸不仅悉心照顾着蔓越莓的饮食，还执着于当蔓越莓的专属造型师，不是给宝贝儿子做荷叶帽子，就是把自己的棒球帽戴在蔓越莓头上。最过分的是直接把麻袋套在熊猫头上，孩子以为很好看的拍个不停。只能说奶爸有心了，但实在没必要。因此奶爸的直男审美一直是熊猫圈的笑料，他把蔓越莓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，会陪他一起玩一起成长，因此也被网友称为熊猫界的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。一人一熊趴在草地上自拍，奶爸自然的把胳膊搭在蔓越莓背上，和蔓越莓合影时，奶爸也会放心的把后背留给熊孩子，而蔓越莓会自然的搂过奶爸的肩膀。一人一熊把独木桥踩断了，蔓越莓和奶爸一起摔了下来，谁知蔓越莓拔腿就跑，留下奶爸一人一脸懵逼。别的熊猫都是废爸，而杨奶爸是废熊猫，他会肆无忌惮的和蔓越莓打闹，学蚩尤骑在熊猫身上，和蔓越莓玩垮矮子，把小家伙气得原地暴走，陪蔓越莓玩荡秋千，差点把熊孩子转晕。被网友调侃熊孩子没有危险的时候，奶爸就是最大的危险。熊孩子不听话，杨奶爸一个过肩摔，蔓越莓回敬给奶爸一个泰山压顶，奶爸直接背走。可见杨奶爸有多宠这个儿子，因此蔓越莓还会偷亲杨奶爸。多年后，蔓越莓受伤需要人照顾时，杨奶爸主动请缨照顾亲儿子。当时蔓越莓正处于发情期，异常兴奋，极易伤人。杨奶爸却一点不怕，因为他知道蔓越莓是不会伤害他。可见键盘侠们有什么资格质疑他们之间的感情？坚持猫爪在上原则，大熊猫敏敏是有点反骨在身上的。作为洛阳夜店小王子林岩的妈妈，熊界老光棍金虎的姐姐，敏敏傲娇起来人跟个宝宝一样，吃完竹子会撅着嘴让奶妈给擦擦，不擦还会生胖气。儿子林岩因为爱好蹦迪出圈，每天整活却屡屡翻车，尤其喜欢坐着他的绿凳子和游客贴贴。但最近绿凳子被没收了，导致林岩一度郁闷。和他的儿子一样，明明也是只非常宠粉的熊猫，会乖乖坐好配合游客拍照。
不让大家的票白买。除此之外，敏敏还是只很伟大的熊猫妈妈，曾遭遇难产被折磨了3天，超过了正常生产时间，宝宝很有可能胎死腹中。如果继续生产，不仅宝宝的健康不能保证，母亲的性命也很有可能产生危险。但敏敏不愿意放弃，翻来覆去想生下宝宝，双手抓着干使劲，嘴里不断的发出哀嚎声。虽然熊猫幼崽很小一只，但熊猫的产道也很小，所以生孩子非常困难。敏敏疼得趴在地上抱着头，因为宫缩得很厉害，她只能双腿蹬着墙想借力生下宝宝。工作人员在监控室密切关注着敏敏的情况，看着她如此痛苦却无能为力。疼痛了将近24小时后，敏敏终于生下了孩子。听到宝宝咕咕坠地的声音，她赶紧把孩子抱起来，温柔地舔舐着，好像一切的痛苦在这一刻都是值得的。怀里的宝宝渐渐停止了哭声，敏敏不断地喘着粗气。饲养员把宝宝带出来检查身体，所幸是一只非常健康的幼崽，但敏敏此时还有些难受。饲养员准备把幼崽送回去，由于宝宝身上混上了不同的气味，敏敏在看到幼崽时直接选择了无视，任凭幼崽如何呼唤她都无动于衷。饲养员只能将幼崽放得更近一些，但敏敏也只是看了一眼然后走开了。小家伙在地上翻滚着叫着，可敏敏始终没来抱他的孩子。也许是因为生育的痛苦，敏敏很抵触这个孩子。最后饲养员为了幼崽的安全，只能先把宝宝拿走。敏敏难受地坐在角落。晚上饲养员再次把幼崽给敏敏，这次敏敏迅速把幼崽叼起，紧紧地把宝宝抱在怀里。这一刻母爱战胜了一切。